菩提祖师一直是《西游记》里最神秘的存在，三界的神仙基本上都不知道他，就连玉皇大帝、如来佛这一类大人物想要洞悉菩提的存在还是不可能的。这也间接反映了一件事，菩提的实力比他们都要强，具体强到什么地步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认真分析一下菩提的实力。还有一个传闻，那就是菩提有一位徒弟在天庭任职，职位比玉帝还要高，实力更是高深莫测。他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天庭之中地位的排名是非常有研究的。就拿只看过《西游记》的人来说，如果问他们是天庭老大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共同的答案：玉皇大帝。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拿真正的道教里面排名的话，三清才是天庭之主。三清的实力是圣人级别的，比对的神话人物有盘古、女娲等。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实力非常强大，就像造物主一样，开天辟地，创造生物。而三清代表的是天道，天道也代表着万物之间的规则，比如说生死等。三清之下是谁呢？那就是四御。四御是由4位大神构成，他们的实力算是半步脚踏入圣人界，而玉帝就是四御之下的第一人，实力不详，但是修炼时间很长，达到了10000年之久，是如来修炼时间的好几倍，所以实力肯定不会弱。但是三清他们更看重的是玉帝的管理能力，王子与庶民同罪，不会包庇。就比如猪八戒没被贬下凡间的时候，他的职位很高，相当于玉帝的心腹和左膀右臂，只因犯了错直接被重罚下凡投胎。从这里就能看出玉帝为什么是他主管天庭。而传言菩提祖师的一位弟子就是四御中的一人，他就是上宫大帝。勾陈南极大帝全称为勾陈上宫南极天皇大帝，简称勾陈大帝、天皇大帝，为四御之一，是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3位神。道教将勾陈6星神格化，尊为四御之一，是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南北2极和天地人3才，统御众星，并主持人间兵歌之事。圣诞为农历2月初1。据《晋书志·天文上中宫》记载，勾陈，后宫也，大帝之正妃也，大帝之长居也。北4星曰女御宫，81御妻之相也。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，其神曰要破宝，主御群灵，执万神图。到北极4星曰四辅，所以辅佐北极而出度受正也。勾陈又称勾陈，天上星名，位于紫微垣中，最靠近北极星，共由6颗星组成。认为他主后宫，或主天子6军将军，又主3宫。班固西都赋说，周以勾陈之位，魏以严更之属。每当发生战乱或治安不良时，这颗星便隐没不见，唯有天下太平之际才可见到。因此每当他出现时，人们便争先惜后向他祈求幸福和长生。在民间祭把活动中，一些拜告天地、祈雨、祷福、消灾的书文里，都把勾陈南极大帝与玉皇大帝、紫微北极大帝同列榜上。勾陈南极大帝与北极紫微大帝一样，源于我国古代星辰崇拜。据上《清明宝大法颂》记载，天皇大帝乃北极帝座之左有星，其形连缀微曲如钩，是名勾陈。其下有大星，正居其中，是天皇大帝也。其总万星，为普天星辰秀耀之地，位同北极。而北极却为枢纽，而天皇亦随天而转，上应始气。三气之下，万天之上，三界之中，莫不尊此三帝。从秦始皇时代开始，当时的人认为南极老人星是掌握国运之长短兴衰的，所以被特别重视而加以祭祀。按《史记》所引记载，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。见则天下礼安，故辞之以其福寿。人们更是将南极老人星视为主人间命长命短之神。国家祭祀寿星的活动直至明洪武3年才停止，以后寿星遂演变成仙人名称。传闻菩提和三清女娲都是一人的弟子，他就是红军老祖，可以说是神话中最为顶尖的人物。菩提和三清都是他的弟子。菩提修炼之时收了上宫大帝为徒，
后来的洪荒大战中，女娲消失不见，而菩提也失踪，所以只有达到了圣人级别的神仙才会知道菩提的身份。但是为何孙悟空大闹天宫菩提的这个弟子不出手相救呢？菩提隐藏这么多年，弟子无数，在天庭之中肯定大有人在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这个猴子样貌的小师弟，这是为何？孙悟空出山之时，菩提看出了他性格顽劣，所以对他说，你下山后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的名字，如果说出半个字，就把你抽筋扒皮钉到九幽之处。所以孙悟空自然不敢说，而那些神通广大早已毕业的师哥们，就算知道他是师弟，也不敢违背了师父的意愿。菩提的意思就是让孙悟空吃苦受罪，改变心性，不过真的要伤到性命，菩提还是会出手的。大闹天宫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文段，三清之首的太上老君偷袭孙悟空，给他困住。三清上面我们说了他们的实力，想杀孙悟空也就是一个念头的事情，压根不用出手。为何三清没动杀心，就是看在菩提的面子，而把孙悟空困住，也是为了让他受苦而已。所以菩提的实力是非常强大，除了几个圣人可以打平手之外，圣人之下皆为蝼蚁。